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尊敬的诸位菩萨、诸位大德，大家好。我们昨天一起学习了往生净土的理论。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些案例、事实，证明往生净土真实不虚。我们准备分享6个案例。那么这6个案例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谈。第一个是讲信愿坚定往生。第二呢，是讲一向专念往生。第三是赤诚护法往生。第四是看破放下往生。第五是临终助念往生。第六是中阴超度往生。6个方面有6个真实的例子。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信愿坚定往生。藕益大师说过，往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只要信愿坚定，也就是你真信净土法门，真发愿求生净土，那你就必定往生。在四川绵阳这个地方，有一位魏国兴居士，他就是预知时至，而且是准时往生的。魏国兴居士他是在1998年才开始念佛的，也是专门学习我们师父上人的经教的。到2002年10月，他检查出来患了食道癌，因为他是一心一意求往生所以他也就万缘放下了，也不要去医院治疗了，连家人给他准备的4000块钱治疗金他都全部捐献出来，给本地的一个寺院叫佛成寺。那么自己呢，就精进念佛，闭关念无量寿经，也还要念地藏经，每天有礼佛。那么到第2年03年的这个正月15，魏居士就开始不能进食因为是食道癌，吃的东西呢全部都吐出来。那么他自己知道大概是归期不远了，那么所以自己呢也就把头发剃好了自己沐浴，在家里呢设一个灵堂作为自己往生的道场。那么他准备求往生。那么虽然他不能进食了，但是精神很好还能够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各地去宣传佛法。那么他自己呢预知时至，知道自己3月1号
就要往生。那么他到了佛成寺啊，把自己往生的这个时间呢，告诉了那里的师父啊。那么法师就非常的欢喜啊，就向他祈请，你不要在家往生了，到我们寺院来往生啊！而且呢，我要给你呢开一个佛七法会啊，请你呢这个打完佛七之后再走啊，开往生大会啊，这样能够度很多的人。那么这位魏老居士也很欢喜啊，就同意了。本来是3月1号要往生，他就把3月1号啊作为佛期第一天啊。你看这个念佛啊，他能够啊真信切愿求往生啊，已经可以能够啊决定自己往生的时间啊，想早一点也可以，想晚一点也可以啊。你看他要打完佛期再走啊，推迟7天。那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一下就来了上千人啊，来参加佛期。大家都想看看这位老居士啊，到底怎么个往生法啊？是不是真的啊能够准时往生？那么他预告大众，说自己啊3月7号中午12点钟往生啊，这个时间点呢说得很精确。那么在佛期当中啊，魏居士呢每天呢上午下午都给大众开示，劝导大家念佛求生净土，而且还亲自带领大家绕佛啊。那么他在开示中说道，他说这个佛期之前，咱们四川省的佛教协会会长都来给我们做开幕词讲话啊，所以我必须呀要把这7天的法会圆满完成，我才能走啊。为什么呢？啊，他说呀，很多人不相信净土法门啊，说你们学佛好在哪里呀？啊，你说生死自在啊，欲知实质，你做给我看看呢。所以我要做给他们看看啊。学佛人绝对不打妄语，我一定要完成我自己的生死大业才走啊，让大家知道学佛念佛的好处啊。他说自己现在正在演一部连续剧，演完了就走。你看真潇洒啊。那么他开始还劝导大众要看破明文理啊，强调要布施强调在修行中要懂得解怨释结，不要跟人结怨，冤仇宜解不宜结啊。那么他将我们师父上人提的这个传心法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啊，所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那么他自己呢还分别在上下联加了2个字啊，上联加上布施，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布施啊，下联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往生，加了往生2个字啊，把这个2副联抄给大家啊。那么他开示的时候声音洪亮
没有现出任何病苦，只是什么呢？大概每讲10几分钟的话就要停下来喝水，要嚼点甘蔗。但虽然是这个一喝进去，一嚼点甘蔗马上就得吐出来，但是呢，他一点不受这个影响，反而幽默的说：“我要修一下我的喇叭了，全靠换点味儿马上又有精神了。”所以他是凭着自己这个毅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一直支撑了22天都没有进食，而且呢，这个睡觉也没有超过2个小时，这是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一般人哪能受得了呢？他还在开示，还带大家念佛呢。那么在佛期当中，他印了很多经书，跟很多人结缘。这个他师父要准备给他立一个牌位就是他往生之后这个牌位要写上他的名字。他说不要写他的名字了，应该写什么呢？众孤魂他要超度这些孤魂。可见他心心念念想到众生，没有想自己他还说服子女，将他火化后的骨灰撒在江河里去喂鱼虾跟众生结缘。那么3月6号，这是佛期第6天，魏居士呢还嘱咐家人买了几千条鱼到江边放生。所以一个人真正他往生的人，他慈悲心重，念念想到众生。那么到了佛期最后一天3月7号，他是预告是那天的12点往生。那么到9点钟的时候，魏居士呢就跟大家一起上殿念阿弥陀经那么回向。那么到9点半，最后呢这个宣布佛期圆满了然后他从容的跟大众告别感谢大家的关怀。那么在这个佛期闭幕仪式上，他最后还讲话他跟大家讲说：各位大德高僧，各位居士，各位善知识，各位师兄们，各位来宾，各位民众，今天是我往生的日子，这个往生佛期法会圆满成功，告别的最后日子，谢谢大家的关怀。你看开往生大会跟大家告别大家听完之后一起就应答阿弥陀佛。随后呢就送魏老居士回到这个往生堂。那么魏老居士在念佛声中走进往生堂，端坐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椅上，面朝着阿弥陀佛，端坐在那里那么他就在等时间了看了好几次表，时间越来越近了快到中午12点了。这时候呢，魏居士把这个表就摘下来交给这个摄影师。那么他就用手指指了一下表，示意12点钟这个时候要提醒他。那么摄影师呢到差2分12点钟的时候就提醒魏居士
还有2分钟了。魏居士这个时候就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念佛，就念了2、3分钟，然后头向后一仰，大概这时候就往生了。那么这个姿势保持了20多分钟，这个坐姿才慢慢松懈下来。那么他在1000多人的佛号声中正是在12点钟安然西归，真是准时啊！那么他断气之后，他的面色栩栩如生他正身端坐，好像进入了甜梦一样。那么在他往生之前1个多小时内，很多居士在这个往生楼外面助念，至少有300多人，他们都看到了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示现出来。这不是1个又2个人这个看到的，300人看到，而且大家都闻到异香。很多的居士当时马上虔诚礼拜，这个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所以这个殊胜庄严的往生大会真正让多少的人升起信愿。莲池大师有一个西方发愿文上面有一段正好说的就是魏居士的这个往生他的景象这发愿文说：至于灵欲命中欲知实质，身无一切病苦恶难，心无一切贪念迷惑，诸根越狱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阿弥陀佛与观音世至诸圣贤众放光接引，垂手提携，楼阁床幡异香天乐，西方圣境昭示目前，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我于尔时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生极乐国。所以祖师大德的这个发愿文，确确实实落实到魏老居士身上了。我们看魏老居士他往生何以这么殊胜，这么自在呢？欲知实质还开往生大会走，就是因为他真心切愿，专持名号他能做得到，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这才是最大的福报所以人生在世，我们求什么呢？能够在往生的时候自自在在的走，这就是人生第一福像他这样往生，这么清醒，这么自在的，决定不是在中下品往生必定是上辈往生。